Brother and sister 们，又到了熬夜看最可怕片的时候了。今天讲的是部桌面电影，名为《弹窗惊魂》。看之前厕所上了，本片全程无尿点。故事开始，我们的男主杰克正在观看电影预告片发布会。他呢，现在非常高兴，因为自己被抽中，一会儿要和电影里面的女主角翠花见面。这时候来了一通电话，对方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，说自己是这部电影网站的主理人，名叫大壮。大壮说啊，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，那就是你和翠花的见面会被取消了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，杰克呢是一头雾水。大壮也没有说是因为什么原因，而是将话题转移到了现场直播的发布会上。大壮发了一条链接，杰克打开后发现竟是某个摄像头的监控画面，角度非常的好。杰克忍不住截取了画面，紧接着大壮又发来一个神秘链接，点开后弹出一个视频窗口，不仅能听到直播现场的声音，而且翠花这边好像也能听到杰克通过电脑传出来的声音。原来这竟是翠花手机中的监控软件，通过这个窗口，杰克可以随意查看翠花手机里的短信、照片、图片、联系人等私密信息。不过好在翠花没有察觉到异常。大壮表示理解杰克的失望，声称翠花经常爽约戏耍粉丝。大壮说要替杰克讨回公道。发布会结束后，杰克通过监控听到翠花在电话里对经纪人说自己要前往酒店，里面只字未提与被抽中粉丝见面的事儿。杰克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，白这么期待了。大老远的来这附近，但巧合的是，翠花与经纪人入住的酒店正是杰克所在的酒店。大壮见状，立即发了一个安装程序。杰克安装好后，发现新出现的监控窗口显示的竟是自己房间的画面，连接到自己的摄像机上了。随后，在大壮的指使下，杰克将摄像机架到窗边，对准了对面楼道，运行了一段神秘代码后，程序员给出一个房间号686，这个房间号正是经纪人和翠花要换的房间。那个房间卫生不太好，换一个。等挂到电话后，杰克发现电脑上又弹出来一个视频通话的窗口，接通后，对方呢整的好像黑客组织，就叫这个吧。他们入侵了杰克的电脑，还把杰克误当成了黑客界的大佬，表示愿意为他效命。杰克百口莫辩。而就在此时，686号房间传来了动静，翠花到了。杰克看到翠花与经纪人发生争吵后离开了，房间只剩经纪人一个人。就在这时，杰克房间的灯突然亮起，经纪人隔着窗户发现了杰克的摄像机。杰克惊慌失措的联系大壮，大壮通过窃听得知经纪人正拿着方能房卡赶来，怀疑杰克这边是不是在偷拍自己。大壮让杰克赶紧把摄像机藏到床底下。随后杰克在房间里发现了一个电击枪、胶布、手铐，在大壮的指挥下，他用电击枪击晕了经纪人，并将其捆绑了起来，然后带着笔记本电脑逃离了房间，一路畅通无阻。杰克来到了地下库上车，大壮又让他放置了一个乒乓摄像头。杰克这才明白自己陷入了大壮精心设计的圈套里，这一切都是他提前策划好的，也是他预料之中的。此时杰克已身不由己，只能听从大壮的指令。另一边，黑客组织再次联系杰克，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儿。为表诚意，他们甚至摘下了面罩，临走前给杰克留下了一个弹窗，用来联系他们。这时候大壮发来新链接，这次直接监控到了翠花笔记本的摄像头。大壮要求杰克把一个红色的文件拖到右上角，这样你就能看到翠花电脑屏幕上的东西。看到杰克犹豫不决，于是大壮拿出刀威胁起来了，如果杰克不照做，就杀了翠花。好在翠花接起了朋友电话，让大壮暂时离开了。杰克赶紧联系黑客组织，给翠花发危险提醒。没一会儿，大壮回来了，杰克无奈之下只能按要求操作。等完事后，翠花的电脑屏幕弹出了经纪人被绑架的视频。大壮以此要挟翠花拍摄不雅视频，不然就一直电经纪人。翠花只好无奈照做，一点一点的解开了自己的衣服。这一段就直接跳过。大壮得逞下线后，杰克这边刚松口气儿，提醒翠花已经安全了，没想到突然出现一个蒙面大汉，直接拐走了翠花。此人应该就是大壮。不过好在关键时刻，黑客组织发现警察来了，已经包围公寓了。黑客组织接入监控，在一个房间的角落里发现了大壮。可等警察进去的时候，房间里面空无一人，原来是大壮篡改了监控，看到的是之前提前录好的录像。更糟糕的是，警方根据摄像头信号追踪到了杰克，将他当做了嫌疑人围堵了起来。不过好在杰克凭借高超的车技成功甩掉了警察。与此同时，网络上超过1/3的公共网站被黑，首页全都换成了翠花被迫拍摄的不雅视频，并且还出现了半个小时的倒计时，结束后就会播放视频。黑客组织追溯到了攻击源头的服务器，虽然没能入侵，却下载到一段视频。视频显示，今年4月份，他们联系黑客大佬的那天，一个蒙面大汉进入了服务器房间，此人正是大壮。原来大壮渴望得到大佬的服务器，便杀死大佬后夺走了他的服务器。黑客组织这才意识到认错人了，杰克只是替罪羊，黑
黑客组织因崇拜大佬，竟然倒反天罡，帮助了大壮。杰克以曝光真相要挟，才能让他们继续寻找翠花。黑客组织凭借技术，通过翠花包里的乒乓摄像头定位，找到了她的位置，并利用信号构建 3D 模型，发现翠花被绑在车内。杰克通过翠花手机的监控，向他传递了解救方法。就在翠花即将自救成功时，黑客组织里面有一个人提醒了大壮。此时，黑客组织发现他们之前看漏了视频的内容，真正的大佬未死，他穿着防弹衣逃过了一劫。大壮杀死的只是替身。大壮找到了杰克，并将其杀害，继续实施计划。他将翠花绑在了椅子上，设置炸弹，并威胁观众离开。看似翠花被炸死，实则是移花接木。大壮想借此带翠花隐居地下室。翠花被炸死了，大壮呢又人间蒸发了，就想这么着。可想而知，他是个多么狂热的粉丝呀！而就在此时，真正的大佬突然现身，他告知大壮杰克还活着，诱使大壮离开。原来大佬在杰克赴约前提前将他打晕了，自己一扔从杰克，与大壮周旋。大佬早就计划好这一切，他通过视频延时手段迷惑大壮，成功调虎离山，救出了翠花。大壮返回时，现场已陷入火海，而大佬带着翠花躲进了大壮准备的地下室，最终找回服务器。翠花也选择隐退，毕竟不雅视频被传到了网上，自己还是个大明星，肯定是见不得人了。电影呢到这儿就结束了。看完这部电影，我想说句话：追星不要太狂热，不然会害人终害己。